你可能一直在错误地使用凡士林，因为你肯定没有这样使用过它。今天视频我要给你展示一个凡士林的正确使用方法，它会超出你的想象。如果你不相信吗？那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大家好，我是小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首先需要把凡士林涂满手部，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黏腻，但这就是所需要的效果。你可以在手指的关节处涂抹的多一些，因为这个部位色素沉淀会比较多，而且这个部位老化的皮肤也比较厚重，所以可以多涂抹一些。等整个手全部涂抹完以后，现在重要的事情来了，你需要一个这样的透明一次性手套，当然如果它是食品级的最好了，也会更加环保和健康。透明的手套也方便我们去观察手部变化。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戴上手套，并等待15分钟，等时间到了以后，把一次性手套取下来。这个时候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用温水清洗手部肌肤。在此过程中，脱落的老化肌肤也会随着水流脱离流走，此刻你会发现肌肤呈现水嫩和透亮，手部肌肤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就是正确使用凡士林的方法，是不是很简单呢？你可以每周做一次这样的护理，让你的手部肌肤保持年轻和美丽。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护理其他部位的皮肤，比如脚、膝盖、肘部等等，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啦！为什么凡士林这么受欢迎？作为拥有150多年历史的美国美妆品牌，却一直保持着几块钱的价格，除了包装丑了点，几乎没啥毛病，无添加酒精、香精等刺激成分，安全又健康，是干皮的救星。尤其在秋冬季节更是几乎人手一罐。当然，除了基础的保湿润肤，凡士林也有很多用处。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凡士林的几个小妙用，看看你知道几个。1. 去黑头。凡士林是一个大分子的油脂，而很多人认为黑头它就是顽固油脂的残留，油脂溶解油脂，乍一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你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先经过温度软化清洁的一个完整的过程，甚至于再加上杀菌消毒的这个过程的话，你的油性皮肤反而可能会因为凡士林的封闭的关系，闷住大量的油脂的关系，导致你的封闭型粉刺或者是痘痘可能会更多。2. 修复手机屏幕。如果您的手机机身也是伤痕累累，不要急着换屏幕换手机，有这样的一瓶凡士林那就够了。大家就像我一样，取少许凡士林涂抹于屏幕上，然后涂抹开，在屏幕上有划痕的地方涂抹一点凡士林，轻轻擦拭下，有修复划痕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在手机屏幕上面形成一层保护油膜，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们在用凡士林擦拭屏幕的时候，记得要来回的摩擦，这样填充效果更好。我们只需要准备一块干净的布，把屏幕上的脏东西擦拭干净就可以了。如果可以的话，最好选择用专业的擦屏布来擦。经过这样清理过后的手机屏幕变得非常的干净了，而且划痕也看不见了。3. 擦皮鞋。我们在皮鞋磨脚的地方用凡士林涂抹一下，放置2天，磨脚处的皮革因受凡士林养护，会柔软光滑很多，从而变得不再磨脚了。好了，就这样把凡士林均匀的涂抹开后，晾一晚上，皮鞋面就会变得软一些，就连鞋面的折痕也会变得浅一些。我们对比看看，效果不比专业鞋油差吧？而且还具有保养作用，
涂抹凡士林后，它会在鞋子的表面形成一层油膜，这样鞋子就不容易沾染灰尘，保持鞋子的清洁度。就算鞋子长久不穿，有油膜保护层，鞋子也不会发霉长斑，真是一举多得。为什么推荐大家可以备一些凡士林呢？主要是它有这些功效：一、保湿隔绝。凡士林的主要原料是极具化学惰性的物质，让它拥有极强的稳定性，故具有不亲水、不被皮肤吸收、高封闭等特点。涂抹后会形成保护膜，可以做到内锁水，外阻细菌及刺激性物质，从而确保皮肤湿润。二、不易吸收。凡士林会溶于有机溶剂，不溶于水，所以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如果宝宝不小心吃了少量，宝妈们也不用过于担心，它不会被消化，会随着排泄物排出体外。三、温和少刺激，不易引起过敏。宝妈们最害怕的词语之一是刺激。用于制作凡士林的原料是碳氢化合物，其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故对大部分皮肤都是温和适用的，刺激也比较少，不会引起过敏。宝妈们放心给婴幼儿用。凡士林和甘油的区别是什么？一、护肤原理。甘油的保湿作用是从潮湿的空气中吸收水分，来维持肌肤的角质层含水量，但是同样也会吸收皮肤中的水分，也就是水溶性保湿剂的道理。而凡士林的效果是防止肌肤的水分蒸发，采用与欧保税的效果，强效隔绝水分。二、使用途径。甘油具有透气性，所以也有食品级甘油和化妆类的甘油载体，而凡士林大多用于高磊药品或者油性化妆品的载体，没有透气性。但是纯甘油对肌肤的安全性是比较差的，纯甘油会伤害肌肤，但是凡士林没有这个问题。三、水溶性上，甘油是水溶性，来自动物脂肪的提取，比较黏腻，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凡士林是脂溶性的，类似于油脂，不溶于水，也没有透气性，可以隔绝水分。没想到普通的凡士林除了当面霜，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隐藏功能，好用还不贵。您学会了吗？如果您觉得有用，别忘了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你的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朋友们，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好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